潘汉良，我的引擎失灵了，飞机正在坠落。李英，不要下来！其余各单位保持现有飞行高度。李英，这是命令。潘汉良，拉高，赶快拉高！ 指挥部，不是很好的，猎鹰坠落了。各单位注意，现在通报紧急情况！1分钟以前，一架满载救援物资的18B 运输直升机坠毁，坠毁地点在2个峡谷之间的1024地区，要求各单位马上组织救援部队到事发地点展开搜救行动。重复，1分钟以前。 一架满载救援物资的18B 运输直升机坠毁，坠毁地点在2个峡谷之间的1024地区，要求各单位马上组织救援部队到事发地点展开搜救行动。现在是我们的本职工作，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，把猎鹰给找回来。找不回来猎鹰，我们就不回来了。除非死去，永不放弃。出发，加速，转！ 航母上飞机走快！快！上！这么巧啊！哎呀，夏老师，阿姨您还记得我？哎呀，这刚见过的怎能忘呢？怎么了？你也来买东西啊？是呢。哎，阿姨您这买的都是什么菜呀？哎呀，我想给兰妞和她爷爷做一个蔬菜沙拉。这看来您还真是挺会营养搭配的。嗨，我伺候他爷爷伺候了大半辈子了。哎，他爷爷可是个细心的人呐，什么都懂。我不学点能行吗？就连我这个博士啊，还是陪他到法国读博士的时候，被逼无奈，硬是陪读出来的。啊，这么厉害呢？哎呀，要是换成我，肯定考不上。哪儿啊？你们现在年轻人多聪明呢，只要你想考，一定能成的。哎，要不你考试试？我啊，我
我现在硕士还没毕业呢，目前还在读。哦，那也很好。尚老师，你对兰妞很关心呢。啊，是啊，我跟兰妞挺投缘的。那你跟盛涵呢？我跟她也挺聊得来的。可我看你和兰妞并不投缘，和盛涵也未必聊得来吧？哎，夏老师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有啊。要不我们找个地方聊聊好吗？正好有些事情我也想了解一下呀。行，没问题。哎，那好，那咱们走吧。哎，好。你自己一个人坐在这儿。是。这个地方的蓝山味道还不错。阿姨还真是对咖啡挺有研究的。哪儿啊？毕竟我们在欧洲生活了10年。我和他爸爸呀，经常被盛涵取笑，说我们生活的太小资了。高盛涵，他钢琴弹得真的挺好的。那是，他从小弹的就不错。哎呀，我以前一直以为他会去考音乐学院，谁知道呢，他却考了陆航学院。那是因为他爸爸吗？那倒也不是，他自己也喜欢。小时候啊，他就会在家里做各种各样武器装备的模型。哎，我这儿子学习上让我很省心的，就是调皮捣蛋，小时候还经常跟人打架。看出来了，都打成特种兵了。他去当特种兵是违背父亲心愿的。他父亲心愿呢，是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他设计的武装直升机的第一个试飞员。在他爸爸的心里啊，这就是他的2个儿子。可是有一天呢，他莫名其妙地给他爸爸打来电话，说他不想当飞行员了，想去特种部队。哎，你知道吗？那会儿他刚航校毕业了，才1年，部队很器重他，想好好培养他的，他却不想干了。哎呦，把他爸爸给气的，差点心脏病都犯了。可是孩子大了，又远在部队，我们也没办法阻止他。他这孩子就是这样，特别倔，认准的事情啊，总是不管不顾的。我们也只好随他去了。可是，他为什么不当飞行员呢？因为爱情。爱情。是啊，这一切都是因为爱情。因为爱情啊，他放弃了自己心爱的飞行员岗位，背叛了父亲的心愿，不管不顾的去了特种部队。这一切都是因为爱情。是什么样的爱情？这点呢，盛涵很像我。我们家是个音乐世家，我的父母呢想让我嫁给一个钢琴师，可是我却选择了盛涵的爸爸，一个学理工的农村青年。那他的恋人也是他的妻子，在特种部队？不，这里面蛮复杂的。他的初恋在陆航。我明白了，是他。怎么？你知道？那你应该明白，盛涵他已经不是一个小男生了，在他的心中有着很多的委屈和心酸。他也不是一张白纸了，他是一个承载着许多往事的成熟的男人啊。换句话说呢，他心里隐藏的不一定是你能接受的。阿姨，您突然跟我说这些，我有点不知所措。
我看出来了，你喜欢他。是，但是阿姨，我没有。没关系，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。阿姨，我你别误会，我不会干涉你们年轻人的感情的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的儿子他命运多舛，情路坎坷，我希望他能得到幸福。我明白您的意思。至于我儿子爱谁不爱谁，想和谁结婚或者不想结婚，这些我都不会干涉的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有些事情需要靠你们自己去争取的，明白吗？我看出来了，你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姑娘。我爱他。不要对我说，去对他说。喂，是杨校长吗？我是夏初。夏初啊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杨校长，你现在在办公室吗？我有急事儿想过去找您一趟。啊，我在，你过来吧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过去。对他说，对他说。各单位注意，能见度太低，提升飞行高度。收到。2000米，2200米，继续提升。2500米。猎鹰，我看到阳光了。很好，各单位跟上。猎鹰，你在哪儿？我怎么看不到你啊？喷放鸟，有遇到复杂气流，高度正在下降。猎鹰，我马上下来。喷放鸟，不要下来，太危险了。猎鹰，你不要着急，我正在下降。不要下来！我不可能不管你。喷放鸟，我的引擎失灵了，飞机正在坠落。猎鹰。不要下来！其余各单位保持现有飞行高度。猎鹰，这是命令。喷放鸟，拉高，赶快拉高！指挥部，
不是很好的，敌营坠落了。各单位注意，现在通报紧急情况！现在通报紧急情况！1分钟以前，一架满载救援物资的18B 运输直升机坠毁，坠毁地点在2个峡谷之间的1024地区，要求各单位马上组织救援部队到事发地点展开搜救行动。重复，1分钟以前，一架满载救援物资的18B 运输直升机坠毁，坠毁地点在2个峡谷之间的1024地区，要求各单位马上组织救援部队到事发地点展开搜救行动。现在是我们的本职工作，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，把猎鹰给找回来。找不回来猎鹰，我们就不回来了。除非死去，永不放弃。出发，加速，转！航母上飞机走，快！快！上！根据卫星地图显示，直升机坠毁的地点是在2个峡谷之间的1024地区，那里是一片原始森林，地形非常复杂，地震以后更不可治。我要求你们下去以后，注意力要保持高度集中，搜索过程中一定要仔细再仔细。明讲没有？没听见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飞狼，我们已经到达了坠机区域。自动求救信号就在这一带，但是山区有信号折射，不能准确地判断出他们的坠机位置。胖候鸟，大鹏，外面能见度太低了，我想请你们能不能尝试把飞行高度降低一点，前提是一定要保证你们的飞行安全。明白。飞狼，我看见一团浓烟。下面树林太密了，我看不清楚详细的情况。同志们，我们准备下去。我们霹雳火组建的意义，就是为了去营救坠机的陆航飞行员。我从不希望有一天就真的完成这个任务。我相信你们也一样。我们现在擦干眼泪，去完成这个任务。
跟上。怎么回事？他好像有些疲惫。这里的植被太密集了，气流也很复杂，这对黑龙的嗅觉影响很大。黑龙，加油！他有发现了。已经完全看不到他了。我也是。大头，我们该做些什么？我们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等待。海浩鸟，你一定要冷静。走，下去。飞了，你们找到猎鹰了没有？收到，海浩鸟。5分钟以后，我告诉你结果。飞狼，你们发现他了吗？他怎么样？他到底在哪儿啊？海浩鸟，请耐心等待，我一定会告诉你结果。我们走。海浩鸟，一定要冷静，咱们一起等待飞狼的结果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们要做好准备。大鹏，我知道了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都已经做好准备。医疗组准备，突击组准备破产。是。海豚。我去吧。好。空的。队长，你看，舱门是从里面打开的。没错，那就说明猎鹰是在飞机坠毁之前就已经脱离了直升机。那他会去哪儿？找。是。猎鹰！
找到猎鹰了没有？猎鹰！花黄鸟，大鹏，我们现在正式向你们通报一下搜救结果。我们已经发现了猎鹰驾驶的直升机残骸，直升机已经完全损毁。他怎么样了？算是一个好消息吧。经过检查，直升机的舱门是从内部打开的，我们至今没有发现猎鹰。他自己打开了舱门？是的。也就是说，猎鹰有可能还活着。至少我们没有发现他的尸体。飞狼，我们马上飞过去，低空搜索。好的，注意安全。明白。各单位注意，直升机驾驶员有可能生还。同志们，接到指挥部通报，直升机飞行员有可能幸存。大家分开，加快速度。有什么发现吗？现在我们要扩大搜索范围，直升机受到气流的影响，不可能持续坠毁。如果说猎鹰是在空中自行打开舱门跳机的话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它肯定是在空中发现了可能生存的跳机地点。有没有另一种可能，他只是潜意识里不想和直升机一起坠毁，所以跳了下去，并没有做出什么选择？没有这种可能。猎鹰经验丰富，在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逃生的情况下，他一定会待在驾驶舱。对于一个直升机驾驶员来说，驾驶舱是他们最好的保护罩。可是这茫茫林海，怎么可能有适合跳机逃生的地点呢？不管有没有可能，我们都不能放弃。我命令，2个人一组，扩大范围，分散搜索，快！是。走吧。请你走过这儿。没事吧？飞狼，我真的希望他还活着。我和你一样，他是我的兄弟，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
找到他，而不是难过。怎么，一起遇到组长，更要冷静。寒号鸟，下面起雾了，我们必须要拔高。大鹏，我们再找一会儿吧，再找5分钟行吗？寒号鸟，我理解你现在的想法，我也想继续找下去，一直到找到猎鹰为止。可现在我们的寻找是无济于事的。老李，你好好想一想。如果现在是猎鹰在指挥，他会允许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低空冒险做无用功吗？可是我们现在是在找他，霹雳火也在找他，他们是最专业的搜救队。我们都了解霹雳火，都了解猎鹰和飞狼的感情，我们要相信霹雳火。走吧，我们到高空去等待霹雳火的消息。寒号鸟，你不想再让霹雳火再多找一架直升机，多找2个人吗？我们8个。猎鹰！这破地方怎么说起雾就起雾啊？突然起雾，肯定是地壳的变化引起的。我们必须尽快找到猎鹰，万一发生余震就麻烦了。我都忘了我们是在震区了。怎么了？我们好像走偏了。走偏了？你看，向北整整偏了20度。我们怎么走偏的？黑龙在秀什么？黑龙，黑龙，黑龙，走。猎鹰的头盔，人呢？黑龙，快！谢子乔，你看那是什么？是猎鹰！飞狼，飞狼，我们发现猎鹰了！王星，你发现了什么情况？这儿有个烟塞湖，猎鹰穿着救生衣在湖中央飘着呢。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目前情况不明，请要支援。好的，我们马上到。全体注意，向出事方位靠拢。快走！在那边。海豚，联系寒号鸟和大鹏，准备营救器材。是，过来。
你醒醒，你醒醒！林毅，我不会放弃你的，你一定不要放弃我们。林毅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没有？醒了，快醒醒！好了，对，把他拉下，快！那个，放过来！你给我醒过来！现在你是在跟我说的话吗？啊，这是你向往的，咱们两个还没有完呢！醒过来！放过来！快快看，老师来了！同学们好！老师，这是送给您的。送给我的呀？谢谢你。你长得可真漂亮，像我们杨老师一样漂亮。是吗？那你杨老师在哪儿呢？杨老师他死了，他为了救我和2个同学，被房梁压死了。小同学，以后呢，你就叫我夏老师。我会跟你们的杨老师一样，好好教你们读书，好好照顾你们的，好不好？同学们，我们带老师看看我们的教室吧。对，老师，跟我们来。老师们，这就是我们的临时教室。他们就在这里上课吗？是，像这样的临时教室，每个临时安置点都有一个，都是部队负责搭建的。虽然条件艰苦，但是孩子们都非常乐意在教室里上课。可是，我们志愿者里面老师太少，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给孩子上课。现在好了，你们来了，孩子们总算可以正常上课了。老师们，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你们的住处，你们远道而来，好好休息一下。明天我们再安排你们分配教室的事情。同志，我可以现在就给他们上课吗？可是你们刚刚坐了一路的火车、汽车，现在就工作，太辛苦了。不，我们不是来休假的，不能让孩子们再等。同学们，我现在就给你们开始上课，你们愿意吗？愿意。现在就开始吧，我来负责他们。这位老师说的对，我们不是来休假的，
干脆啊，马上给我们分配教室，我们开课。那就这样吧，这位老师负责这间教室，其他人跟我们来。那同学们，你们都让你们坐一坐好啊。好，都坐好。现在我给大家开始上课。你们先回去休息吧，晚上我值班。韩候鸟，你也赶紧休息吧，晚上有护士在呢。是啊，我不累。韩候鸟，医生说了，丽英没事儿，你就等着做她的新娘吧，我们都会祝福你的。总算醒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算事情。霹雳火找到你的时候，你的心跳都停了。他们在飞机上对你进行了急救，到野战医院又抢救了2个多小时，一直到你脱离危险。后来你就一直这么躺着，我分不清你是昏迷了还是睡着了。好了，韩候鸟，我这不醒过来了吗？别哭了。你渴了吧？我给你倒水。哎，你别动，我来喂你。喝水吧。疼吗？还行。你就别不好意思了，你现在是个伤员。喝吧。怎么了？有点烫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再给你吹吹。喝吧。
小口小口的喝，管够。差不多了。什么差不多呀？你还得喝。曾医生说了，你醒过来之后一定要多喝水，对排除你体内的炎症有好处。再喝。你说的是曾子墨抢救的我？对呀，你是没看见，曾医生一边流眼泪一边抢救你，那场面可感人了，看得我眼泪稀里哗啦的。你看着我干什么呀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担心我吃醋吧？不至于吧，猎鹰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咱90后才不在乎这个呢。而且我看得出来，你和曾医生之间是纯粹的友情。其实我挺佩服你们两个人的。现在离婚的两个人能保持这么真挚友情的能有几个呀？猎鹰，你在听我说吗？你说，你接着说。我说到哪儿了？你说到我和曾子墨是纯粹的友情。没错。好了，我说完了，你快再喝几口水啊。说到这儿了，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和你谈谈，你愿意听吗？我现在就是不想听也得听啊。你说吧。你曾经和我说过，你只有看到曾子墨幸福，才会考虑自己的幸福。可是我等不及了。就在大家在原始森林里找你的时候，我宣布了一件事儿。我说，不管你是死是活，我一定要嫁给你。你活着，我就做你的新娘；你要是死了，我就是烈属。可是后来我想了想，如果你真的死了，我不可能是烈属，因为我还没来得及嫁给你。猎鹰，我真的很庆幸你活着。所以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嫁给你，我不想留下什么遗憾。可是，在经历了坠机的事件之后，我觉得我有必要自私一次。我只想让幸福来得越早越好，我想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。猎鹰，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。寒号鸟。非常感谢你的坦诚，但是我不能答应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做对曾子墨太不公平了。在我的爱情里，我已经自私了一次，因为我的自私，我两个最要好的朋友曾子墨和高胜兰，他们都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。所以我说过，必须
让子墨找到属于他的幸福，我才会考虑我的事儿。对不起，海浩娘，这是我的原则，不容改变。子墨，曾大导员，你都听到了。韩浩娘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丽颖，你又错了。如果你是因为我拒绝了韩浩娘，其实这也是一种自私的选择。你这样的选择对韩浩娘来说也是不公平的。如果你不爱他，你可以拒绝他。可是如果你爱他，你一定要给他幸福。至于我，你真的不用内疚，我从来没觉得你伤害过我，因为当时你对我的感情是真诚的，对吧？韩浩娘，猎鹰，我祝福你们，我也希望你们祝福我。我现在正在加倍的努力，我也相信我一定能找到属于我自己的幸福。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沉重了？其实我就是来看看他输液的情况。现在没事了，那个，不过你们也别耽误得太晚。韩浩娘，她现在刚醒过来，身体还很虚弱，需要多休息。曾子墨，政委，啊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们这些精锐、旅里的宝贝都在抗争一线，旅里的主官能不过来看看吗？哦，那刚才你都听见了？慷慨陈词，我能没听见吗？啊，不过我不是故意来听墙根的哈，下了直升机我就来看翠华顿，没想到看到这部感情戏。政委，我们之间，我听见了。我真的不希望您对我们有其他什么看法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们都是老党员了，我相信你们会处理好自己的感情问题。曾子墨同志，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，身为教导员，你更应该处理好自己的感情纠葛。你呢，是个带兵的人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更应该以身作则。我明白您的意思。临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旅长叫我信，说找你们3个好好聊一聊。看来呀，我没有必要找崔华顿同志聊了。哦，那当然了，他现在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幸福的归宿，就差捅破那层窗户纸了。前提是先解决你的个人问题。我现在需要找高胜涵同志好好聊一聊了。哎，政委，您千万别去找他。为什么？我跟我手下的党员谈谈心不行吗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高胜涵他太特别了，我担心有时候他宁肯牺牲自己，也
我知道，高胜涵同志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青年，他的家庭出身和教育和其他青年干部不一样，和他谈心啊，需要方式方法，我会注意的，你不用担心。哎，政委，怎么，不相信我的工作能力？不是，主要是高胜涵没法面对他的女儿。什么意思？他女儿不接受别的女人做他妈妈。孩子还小，总是需要妈妈的。再说了，爸爸一手带，总会有很多不方便。政委，其实高胜涵到现在都没告诉他女儿，他妈妈已经去世了。所以你也能了解，像他女儿这么大的孩子，根本不理解什么社会性，在他身上更多的是动物性，而动物都是自私的。那我更应该找他聊聊了。如果这样瞒下去，将来会更麻烦。猎鹰怎么样了？啊，行了，太好了。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我这医疗后进生，这不正学习呢吗？你怎么了？怎么脸色这么差啊？政委来了。政委？哪个政委？吕政委？当然是我们吕政委了。那他来了，怎么不告诉我们？刚到。估计是怕我们休息了，明天肯定会见我们的。啊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政委要找高胜涵谈话。谈话？谈什么呀？个人问题。我去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怎么政委还这么事儿麻呀？别胡说，你也是个党员，政委找党员谈话很正常的。我知道呀，可这是你们个人问题，怎么还扯到政委那儿了？哎，就这么点事儿，至于吗？其实政委我倒是能理解，我就是怕高胜涵的。也是啊。就飞狼这性格，他不会跟政委发飙吧？我想，这件书他会有的。感谢政委在百忙之中来前慰问。你高胜涵是不是学会说客套话了啊？虽然我没带过你，但是我早就久闻你的大名了。此一时彼一时，政委见笑了。没想到在这儿还能喝到正宗的蓝山呢。真没想到政委您对咖啡也有研究。谈不上，我在法国进修过1年，我也是飞行员出身。这真没想到。怎么，在你眼里我就不能飞了？不，政委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真的没想到。政工干部也要懂军事，这是总部的要求。刚刚接到转行命令的时候，我也能想得通。但是我们这支军队跟外军最大的区别就是政治工作，我们是有着坚强信仰的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。大道理我就不多说了，在部队这么多年，该明白的你应该明白。是，明白。坐。是。今天我来呢，就想和你聊一聊你的个人问题。怎么，不愿意跟我聊啊？不是，从我个人来讲，我
我不喜欢和任何人交流我的个人问题，但我是军人，更是党员，向组织上交心，是我应尽的义务。我不勉强，恋爱自由，婚姻自由，我只想了解一下你目前的想法。报告政委，我高胜寒目前没有任何复杂的想法，只想带好队伍，好好工作。你有一个女儿，还在部队，孩子怎么办？哦，我见到你女儿了，她很小，很可爱，孩子总是需要妈妈的。我知道。你没有和她说实话？政委，如果我跟她说，她猜都能猜出来，你信不信？信。现在小孩呀都鬼怪精灵的，我不意外。我答应过蓝妞，不给她找新妈妈。小孩的心态呢，我能理解，但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你还年轻，孩子还小，你从事的又是特战，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我明白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张口。政委，您有孩子吗？有，一个儿子，15岁，上高1了。那您能拒绝儿子眼巴巴的恳求吗？这要看对待什么问题了。如果是您咬牙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呢？应该不会拒绝。我也一样，父亲在面对孩子的时候，总会有这样的心态，不知道该如何张口。但是你早晚要面对这件事情的。我知道，目前拖一天算一天吧。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。我明白了。哎，你和那个曾子墨和女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知道你会问这事儿。我当然会问了，你是军人又是党员，我肯定会过问这件事情。报告，我和夏初老师之间没有什么。他是蓝牛的老师，对蓝牛特别照顾。当然，我知道他喜欢我，但是我可以保证，我和他之间不会发生任何关系。你说这话是有意在回避曾子墨？是，我是在回避。曾子墨、崔华顿还有你，你们3个都是旅旅重点培养的青年干部，旅党委、集团军党委、军区乃至总部对你们3人都寄予厚望。从我个人而言呢，我不希望你们拖下去。刚才我去看崔华顿同志的时候，没有进去，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女飞行员正在照顾他。对，叫顾毅。哦，对，叫顾毅，也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。是，崔华顿应该找到属于他的幸福。你错过一次，难道还想再错下去吗？目前这种局面，谁都不希望看到，包括我自己。心很痛，备受折磨，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蓝牛和曾子墨，我不知道他们以后能否和睦相处，但是我不是搞什么3角恋，我可以向您保证，我和夏初老师之间不会发生任何关系。我信。我只是不知道该怎样面对，怎样处理。蓝牛的个性很强，这件事情组织上可以出面跟他谈。蓝牛是我的女儿，在她的世界里，只有我和她的妈妈。对对对，这件事我也不好跟他怎么谈，还只有靠你自己去解决。政委放心，找合适的时机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好，来，我们坐下聊。坐。好，这样吧，在这个事情没有解决之前呢，你不要分心。你从事的又是高危工作，
又带部队，你应该明白。报告政委，我明白，我对整个救援突击队的安全承担责任。我相信你分得清轻重缓急。政委，请给我一点时间。我会给你时间的。我这次来呢，就想了解一下你的思想状态。知道没有什么事，我还能过问什么呢？我总不能逼着你们马上结婚吧？你说是不是？总而言之呢，我希望你们3个过得都幸福。幸福这2个字离我高胜寒太遥远了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只要你能把握住，别再拖下去了，啊！哎，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老年人，心里喜欢就说呗，干嘛呢这是？事情比你想象的要复杂。那你说有什么复杂的？蓝妞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。蓝妞这个小丫头确实有点不好对付，但我觉得这也不是问题啊。蓝妞的思想工作可以慢慢做，而且我和她交情也不错，关键的时候我可以帮你。你接着说，还有什么顾虑的？还有夏初。夏初？夏初算是威胁吗？第一，她和蓝妞的关系很好；第二，她很漂亮；第三，她比我年轻，又没结过婚。我觉得我和夏初相比，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我是真没想到，我们堂堂的曾子墨少校会这么自卑，而且思想还这么封建。我说的很客观。你客观什么呀？你这是典型的妄自菲薄。夏初是漂亮，那你就不漂亮了吗？再说了，飞狼是这么浅薄的人吗？那肯定不是啊。在真正的爱情面前，年龄是问题吗？婚史是问题吗？这些显然都不是问题。如果这些就能左右爱情的话，那我还谈恋爱干嘛呀？就把个人的情况编一个电子简历，在电脑上自动匹配不就完了吗？可是我和夏初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，我总要面对现实啊。你和他的差距不是你们俩评判就能得出结论来的，这评判的标准是飞狼，他选择谁，谁才是优胜者。要我说啊，你和他真正的差距就是在勇气，人家夏初的勇气我们可都见识过了。你要是想赢得这份感情，就得做一个主动的人，要主动大胆地向飞狼表白。你要知道，情场就像战场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优秀的男人比优秀的女人可是少得多了，你越晚出手就越被动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去呀！走啊！不行，我去不了。哎呀，你快把我给逼疯了你！一架飞机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着。一架飞机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着。它一会儿俯冲，一会儿爬升，一会儿翻筋斗，觉得很得意，突然一声呼啸，一个庞然大物腾空而起，只见它三角形的翅膀，尖尖的脑袋，方方的机尾，转眼间便飞得无影无踪了。这边来几个人？来这边，快来！把这个面运走，运到那边去。来，拿面。运
怎么了？有事啊？有。那你说吧。我觉得有些话必须要对你说。盛寒。